这是哪儿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走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长青，你被炸傻了，鬼子打进来了，炸了周围的村子还不够，马上就要进村扫荡，再不跑命都没了。鬼子进村了，大家快跑啊！这地窖本来就是为了防鬼子挖人的，只能藏一个。长青，你赶紧进去，记住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别出声，别动。那你呢？你也进来。我还有事要办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就是送死，送死也得有人送。村里人都躲起来，鬼子起义就会翻个底朝天，得有人把他们引开，拖一拖。我是村长，自然是我来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给我进去，没时间了。李长青，你要气死我吗？我当年就不该把你从雪地里捡回来。你是吃村里百家饭长大的，你要是死了，你有脸下去见那些给过你一口饭的乡亲吗？我下去。长青，别怪村长爷爷心狠，给我好好活下去，别想着报仇，听见没有？活下去才有希望。三木，你未免也太逊色了吧！我可是杀了12个，其中还有一个小孩。村中，你别得意，等下一个村子，我一定会比你多。那不可能，我下个村子准备突破20个。畜生！敌袭！有敌袭！八嘎！附近有狙击手，给我把他找出来！他在哪里？在那边！怎么可能？难道不止一位狙击手？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啊！看不见，根本看不见他！别杀我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谁敢逃跑，就是违背武士道精神！我将替天皇
处决他！我受不了了！这根本不是人，这是魔鬼，人都看不到！来，你们给我回来！你们是樱花将士，天皇会保佑你们的！给我出来！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有本事就出来，和我正面刺刀对决！大无畏的樱花武士，吓不到我的！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愿意投降，我家里还有妻子，还有母亲，求你放过我！我可没资格替那些牺牲的仙士原谅你。有什么话，去和阎王说吧。去死吧！刚才那一枪，应该解决了最后一个敌人。宿主击杀13名普通士兵，1名小队长，共获得230点积分，可兑换技能格斗精通，是否立即兑换？格斗精通？我如今拥有神级狙击技能，几百米外就能取鬼子性命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但自身身体技素质还是太弱了，一旦被近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能有格斗精通，那我的短板就算是补齐了。你确定要兑换这个技能吗？兑换。兑换技能成功，扣除230点积分，剩余积分0。我感觉我现在体内充满了力量，还有各种格斗知识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这技能兑换的真值。长青，长青，长青，快躲起来！鬼子说不定还会回来。叔，可以出来了，不用躲了。啊？你看到鬼子都走了？不是，你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是。杀得好啊，长青，杀得好！对付这些畜生就该这个样子。大家都别躲了，都出来吧！长青把鬼子都给解决了。长青，这些鬼子真是你杀的？那还能有假？长青什么时候撒过谎？我从小就看着孩子聪明，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一个人就能杀这么多鬼子，这要是上了战场，不得让小鬼子闻风丧胆啊！你又在乱讲，战场多危险呀！要是让村长知道你撺掇长青去参军，有你好受的。对了，长青，村长呢？我们躲起来后就没见着他，怎么现在也没看到他人？村长，他牺牲了。这怎么会？都是这帮天杀的鬼子！我跟他们拼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地震了？大家都藏起来，快！千万不要露面，有人来了，而且是大部队。又来一波！这是抗日军，还好没瞄着要害部位，不然就麻烦大了。这是佐藤小队，全是一枪毙命，这是碰上顶尖狙击手了。我是抗日军第3师旅长燕华，敢问是哪支兄弟部队的朋友在此？能否现身一见？
你是谁？李长青。哪支部队的？我不是军人，我就住在平安村。平安村的村民，什么时候参加的队伍？我没参过军，我从小就在这村子里长大，没怎么出过远门。那这些鬼子都是你杀的？嗯。刚才那一枪也是你开的？没错，我以为是鬼子增援。你一个没出过村的村民，能一个人灭掉一支鬼子小分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首长别开枪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是啊，长青确确实实是我们平安村的人，他是好孩子，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。你们亲眼看到这李长青把鬼子给歼灭了？这个倒没有亲眼看见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难不成我打鬼子也有错？打鬼子没错，但你对我们开枪，证明你根本没看清。你难道不怕伤到自己人？就是因为看不清，所以我才挪开了枪口，没有奔着要害部位打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知道当时我们之间隔着有多远吗？差不多2里地吧。2里地，就是1000米。说不打要害就不打要害，就算是神枪手都做不到，更别说你这个连队伍都没入过的普通人，还这么年轻。首长，长青这孩子不可能撒谎的，我们真的可以作证。是啊，他一直在这村子里，绝对不可能和鬼子有什么交集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试试。算了，找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出来充当狙击手，未免太侮辱我们的智商了吧？既然他不愿现身，想必是有难言之隐。大家都是为了打鬼子，我不强求。只是他这样神乎其技的身手，若是单打独斗，实在太可惜了。首长，我说了，鬼子确实是我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替对方打掩护，你不用再说了，赶紧回家收拾东西，带着乡亲们离开这儿。离开？首长，这是我们的根啊，我们能去哪儿？各位乡亲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这里是3省要地，鬼子那边已经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拿下这里。我不奉命镇守此地，但兵力悬殊，一旦开战，我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更别说保护你们了。赶紧往北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兄弟们，这次任务比预想的还要严峻。上峰命令我们在这里死守100天，阻挡敌军南下，但我手里现在只能给出1个团的兵力。咱们要面对的是鬼子一个整编师团，这是必死的局，得拿命往里填。你们之中有谁愿意主动带头留下来驻守平安村？旅长，死我不怕，可要守100天。要是咱们死绝了，时间还没到，我怕没脸去见列祖列宗，没有补给，没有重火力，守100天，要是完成不了，耽误了部队的计划，我怕是要成千古罪人了。平安村交给我，我来守。你别闹了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念你年纪不大，还是个孩子，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。但是你要是继续在这里捣乱，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我说了，这些鬼子是我一个人打死的，你那一枪也是我开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找人出来和我比一比枪法。只要他们之中有任何一个人比我强，我二话不说，立刻就走。怎么样？比枪法？你这小娃娃，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个个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？你还是赶紧走吧。论枪法，我在部队里还没怕过谁。比赢我就走。旅长，让我跟他比一比，我来让他死了这条心。说好了，你输了可不能再胡闹了。好。规则很简单，我会数3、2、1，然后把泥块抛到空中，最后谁打中的多，谁就获胜。3、2、1。再来！你这小子的枪法
这里距离大概200米。我会把这块土放在我的头上，你要是能打中，我就信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旅长，这可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旅长，旅长，旅长，你没事吧？你小子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怕吗？怕，就当不了狙击手。呵呵，好啊，好，我欣赏你这份气魄。你这枪法确实是神乎其神，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好苗子，真是一颗好苗子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，驻守平安村了？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么年轻，又有着这样一身神乎其神的枪法，你的舞台不在这里，而是在更广阔的战场。我不能让你这样的人才埋没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我在这村子里长大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绝对不允许鬼子从我的家经过，去继续残害我的同胞。你这小子当真是一头犟驴！哼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下去！我亲自带他回总部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你这身手，这2位可都是我的警卫兵，少林寺出来的，寻常3、5个人都进不了他们的身，你这功夫又是从哪里学的？把这里交给我，我给你守住100天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可能让一个鬼子从这里过去。你当真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，以你的枪法还有这身手，只要上了战场立下战功，将来就算是当上师长我都不奇怪。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想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，早日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土。李长青在。从今日起，我任命你为抗日军第3师第4旅新编猎魂守备团团长，驻守平安村，抵挡日军，最少100天，时间越久越好。你能不能做到？能，我用我的枪，还有我的生命立誓，可以。好，所有人听令，1半人留下，就地取材，立刻开始挖战壕，构筑防御工事。其余人跟我回总部调集物资。是。晚上，大部队的物资和装备就能抵达，这里我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希望100天后，我还能看得到你。好。简直胡闹！你说你派了一个不到20岁的小家伙去驻守平安村？是。而且他还从来没有上过战场，只是个土生土长的村民。没错。燕华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这是在拿百姓和战士们的性命开玩笑！现在，立刻马上给我换人！已经来不及了，物资和人都已经发往平安村，驻防命令也下达了。好，很好，你简直无组织无纪律，我会立刻上报给组织，你给我等着被革职处分吧！师长，可是李长青他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他的枪法和身手是我亲眼所见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没准还会给我们一个惊喜。惊喜？那是惊吓吧？一个没打过仗不到20岁的村民，枪法身手再厉害，能厉害到什么程度？燕华啊燕华，我真想把你给拖出去毙了！喂，是我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不惜代价继续侦查。师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燕华，看你办的好事！情报处刚截获的消息，日军那边派出了山中小队，已经朝着平安村的方向扑过去了。什么？山中小队？是那支全员装载美式最新武器、武装到牙齿，30人就能歼灭一个团的特种部队。除了他们，还能有谁？你最好祈祷山中小队中途被调回去，不然平安村那边一整个团战士的性命，你都要担全责。到时候枪毙你都不多。报告团长，猎魂团应到500人，10到500人，请指示。入队。是。大家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长青，是猎魂团的团长。从今以后100天，我们要守住平安村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我真不知道上级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派这么一个小娃娃过来当团长。对啊，
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一旦这里失守了，鬼子能直入腹地，到时候伤亡可就不止几百人那么简单了。死我不怕，但是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不甘心。苏将，我们是兵，兵的职责就是听从上级的命令。你们现在是在质疑首长的眼光吗？营长，我们不是质疑首长，只是这小娃儿团长他实在是太年轻了，这年纪应该去童子军，而不是在这里带着我们送死。放你娘的屁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重打30棍！不用，团长，您还年轻，不知道在兵营之中军令如山，要是继续纵容下去，只会让团里人心不齐。我知道大家心里对我都有怨言，怀疑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团长的位置。这个我能理解，毕竟换作是我也会这么想。只要我李长青带兵没打赢胜仗，随便你们怎么骂，甚至革了我的职，我都没二话。但是现在我这团长之位是师部颁发的，名正言顺。在没打仗之前，谁要是再不服管教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，军法处置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这团长年纪不大，气势倒挺足的，就怕是装出来的，中看不中用。我觉得还好，人也很大度，没有追究我，不然这30棍下去，我这屁股非烂了不可。嘿，有地心！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情报不是说日军3天后才会发起攻击吗？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鬼子最是阴险，怎么会真给我们准备时间？打的就是出其不备。安静！猎魂团所有将士听令，前往村口，准备战斗。是。张营长，有摸清对方是什么部队，来了多少人吗？这大晚上的乌漆麻黑，视线太差，哨兵只看到对方丢了手雷进来，至于来了多少人，火力配置如何，一概不知。看来对方这是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准备速战速决，一口气拿下平安村啊！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山中小队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缴械投降，不要做无所谓的抵抗。是山中小队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听说山中小队每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兵王，搭配着最新的美式装备，我们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我听说他们还有夜视仪，这大晚上的，我们在他们眼里跟瞎子没区别，这仗还怎么打？都给我住嘴！不管是山中小队，还是水中小队，都别忘了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。可是团长，他们的装备我们根本赶不上啊！装备比不上，难道就不打了吗？那干脆现在都丢下武器，走出战壕，跪在地上直接投降算了。说的轻巧，你是不知道山中小队有多恐怖。隊長、彼らは降参を拒否した。我々と徹底的に対抗する覚悟があるようだ。いっさ総攻撃を仕掛けようではないか。我々の実力であれば、彼らを始末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だ。バカ！你懂什么？和这帮装备落后的抗日军拼命，是最愚蠢的行为。你们每个人都是樱花最顶尖的战士，你们身上的装备比他们整个团都值钱。哪怕只损失1位，我都要花半年甚至1年重新培养。嘿。
把人都给带出来！华夏有句古话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费一兵一卒，这才是最完美的胜利。”枉术离神儿，这帮畜生！我们队长有令，给你们3秒钟时间考虑，再不出来投降，每过3秒我们就杀一个村民。长青，你千万不要出来，不能中了这帮鬼子的奸计，听到没有？别管我们，杀了这帮天杀的鬼子，为我们报仇！八嘎！倒计时开始，3、2、1。所有人都别出手，我要亲自宰了这帮畜生，一个不留。有狙击手，快找遗体！一臂！八嘎！狙击手，我们的狙击手呢？全部出动，给我把这个人找出来！我要把他大卸8块！找到你了！糟糕！卑劣的华夏人，只有这点脑子吗？想用同样的招数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我可不会上当。在哪儿？他人到底在哪儿？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营长，咱团长到底是人是鬼啊？一个人对3个鬼子狙击手全歼，那可是山中小队的王牌。而且咱们在山下，他们在山上，以低打高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狙击手在做什么？八嘎！为什么还没有把对方的狙击手解决掉？队长，我们的狙击手全部阵亡了。纳尼？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3名狙击手全部都死了，没有气息。该死的抗日军，敢杀我的狙击手！每一位都是我花费了无数心血培养出来的帝国之鹰！给我发起总攻，把这群卑贱的抗日军全部歼灭！活捉那个狙击手！我要让他尝遍所有的酷刑，让他生不如死！杀！杀！给我杀！
不准留一个活口！出发！畜生，简直没有人性！拿我们自己的百姓当挡箭牌，有本事真刀真枪的跟老子干一场！团长，他们这是在逼你现身，你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计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现身，那些村民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团长。火力支援，掩护团长！不行啊，营长，他们前面全是咱们的乡亲，我们一开枪就会打中自己人。在那边，左边，准备开火！八嘎，上当了！他在右边，射击，射击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一个活靶子都打不中，统统都该切腹自尽！那是队长，队长死了！队长，山中队长队长真的死了，这不可能！乡亲们，鬼子乱了，快跑啊！站住，不准跑！八嘎，再跑就开枪了！杀了他！冲过去，为队长报仇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！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不要。我活下来了，我没死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团长他一个人
灭了整支山中小队。我也感觉像是在做梦。一人一枪，在没有夜视器的情况下，全歼敌军人，真的可以做到吗？我看那传说中的山中小队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呀，在团长面前简直毫无抵抗之力。就这还是鬼子的王牌特种小队呢？放屁！那是因为咱们团长的枪法强，指哪儿打哪儿，所以才显得山中小队没有还手之力。要是换你上场，早被打成筛子了。枪王不是枪神，和团长的枪法一比，我那2下子简直就是小孩子玩泥巴。那肯定啊，长青可是我们平安村的孩子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福分深着呢。他就是老天爷派下来专门打鬼子的，能不强吗？要是村长，还有老王和李婶他们能看到长青现在这个样子，指不定得多高兴呢。各位乡亲们，你们放心，后面有我们团长在，绝对不会再有一个鬼子能够越过平安村。就是，有团长带领我们，哪怕鬼子有千军万马，我们也不怕。现在知道团长厉害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之前你们是怎么说的啊？二柱哥，我们哪知道团长枪法这么厉害啊？要是早知道，你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质疑团长啊。团长，我愣着干什么？打扫战场去。怎么，团长的话也不听了？是团长。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师长，战况怎么样？平安村那边，哼，败了。这才1晚上啊，1晚上都没坚持住。师长，我的爷爷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消息你倒是快说啊，急死我了。山中小队被全歼了。你说什么？山中小队被全歼了？这该不会是假消息吧？师长，那可是山中小队，鬼子的王牌。别说一个团，就是一个师遇到了也得脱层皮。上头传过来的消息还能有假？怎么，非要我说猎魂团败了你才心甘情愿？不是，师长您别生气，最主要是我这也没想到李长青那小子能这么争气啊，居然真的把山中小队给干趴下了，不仅是击败，还是全歼。我艳华的眼光果然没错，长青他真是我的福星。你的眼光，你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据我所知，是人家李长青主动请缨，硬是从你手上把这个任务给揽过去的，跟你可没什么关系。那要不是我据理力争，顶着压力同意了，他李长青能当上这个带团长吗？不对啊，师长，这么大的捷报，你怎么还一副打了败仗的样子？害得我这心一直悬着。你是不是故意吓唬我呢？吓唬你？当我吃饱了撑的？我是被你气的。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给咱们部队发掘了一位将才啊！就是因为他太厉害，他把鬼子那支响当当的山中小队给全歼了。这一下，他怕是会成为鬼子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小鬼子接下来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除之后快。师长，你的意思是，下一次围攻平安村的规模会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得多？不仅会大，而且会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八个，你说山中小队去了平安村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传回来？嘿，指挥官阁下，他们的无线电信号全部中断。根据前线情报分析，他们恐怕已经全部遇袭了。混账东西！山中小队，我花费了几千万美金，动用了帝国最顶尖的资源培养他们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撕碎华夏最锋利的尖刀。结果，他们连一个区平安村都拿不下，你让我怎么向司令交代？就算他们没死，我也要让他们全部切腹自尽。那平安村？平安村必须拿下。平安村是我军战略的咽喉，一旦拿下，帝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，彻底撕开华夏的腹地。拿下整个华夏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命令，把第1旅立刻给我从东部沿岸抽调回来。什么？阁下，第1旅正在沿海与敌军主力作战，是那里的绝对核心。现在把他们抽调回来，那边的战局恐怕只是临时抽调而已。等他们重返沿海战场，依旧能够轻易碾碎那些反抗者。不仅如此，再给第1旅增配10门重型火炮、20挺重机枪，
我要让他们把平安村轰成粉末。阁下，这么多武器配备，已经赶得上一个师团的火力了。仅仅只是对付一个团的兵力，需要这么大张旗鼓吗？这帮卑贱的抗日军，非但不投降，居然还敢反抗，这是我中村雄也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山中小段队全灭，这样好不容易的胜利，估计那帮猴子正上蹿下跳的庆祝呢。这次我要彻底粉碎他们的希望，让他们知道和我们作对的下场。给我把平安村夷为平地，方圆100里的所有生灵全部给我杀干净，一只鸡都不要给我留，听到没有？嘿，告诉龟田，我给了他最精锐的战士，最强大的火力，1个小时。如果1个小时内拿不下平安村，他和他手下所有的人就不用回来了，统统给我匍匐谢罪！嘿！恭喜宿主，战斗结算已完成。本次宿主共歼敌56位，其中特种士兵50位，特种狙击手3位，副队长少尉2位，队长少尉1位，共获得积分13600。13000多积分，特种部队给予的积分，居然比普通日军多这么多。积分可兑换虎式坦克1辆，含配套驾驶技能、基数弹药，是否立即兑换？这么多积分，要是换成捷克式机枪和迫击炮，能让全团鸟枪换炮，实力提升不少。只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山中小洞队被我歼灭，日军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攻势只会愈发猛烈。1万多积分是不少，但兑换出来想要和日军比，还是太匮乏了。不行，这积分不能兑换，得用在刀刃上。战场之上兑换说不定有奇效，暂不兑换。好的，宿主。进。报告团长，战场打扫完毕，咱这次真是发了大财了。嘿嘿，这帮山中小队是真的富得流油。都缴获了哪些？咱缴获了冲锋枪50把，重机枪2顶，还有1架迫击炮，另外还有不少鬼子的罐头和压缩饼干，还有什么？还有3把高级狙击步枪，就是那上面的瞄准镜全给打烂了。团长，下次您下手能不能稍微轻点？行，下次我注意一点。我就随口一说，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。不过团长您那枪法真是神了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。团长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压根就不是拍马屁的料，赶紧说。不是我有事儿，是兄弟们有事找您。好了，都别猫着了，赶紧进来吧。团长，俺们错了，你不管怎么罚俺们都没有怨言。好端端的，我罚你们做什么？团长，我之前不该以貌取人，觉得你年轻，就觉得你当不好这个团长。是俺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团长你的厉害，差点误了大事。团长，你就算是把我们拉出去毙了，俺们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哪有那么严重？大家都是为了打鬼子，保护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拿命去拼。你们之前不了解我，有疑虑也正常。团长，你真的不怪俺们？不知者无罪，都出去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谢谢团长。这次是团长宽宏大量，但下次要是还不遵守军纪，团长不追究，我都不会饶了你们，听到没有？哪儿敢呀！俺们是团长的兵，以后团长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看来又有一场硬仗要打了，那就干他娘的！有团长在，我谁都不怕。对，打！我谁都怕，就是没怕过鬼子，大不了就是拼刺刀，让这帮小鬼子见识一下爷爷我的厉害。团长，俺们错了，你不管怎么罚俺们都没有怨言。好端端的，我罚你们做什么？团长，我之前不该以貌取人，觉得你年轻，就觉得你当不好这个团长。是俺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团长你的厉害，差点误了大事。团长，你就算是把我们拉出去毙了，俺们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哪有那么严重？大家都是为了打鬼子，保护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拿命去拼。你们之前不了解我，有疑虑也正常。团长，你真的不怪俺们？不知者无罪，都出去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谢谢团长。这次是团长宽宏大量，但下次要是还不遵守军纪，团长不追究，我都不会饶了你们，听到没有？哪儿敢呀！俺们是团长的兵，以后团长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看来又有一场硬仗要打了，那就干他娘的！
有团长在，我谁都不怕。对，打，我谁都怕，就是没怕过鬼子，大不了就是拼刺刀，让这帮小鬼子见识一下爷爷我的厉害。我的个亲娘，这是来了多少人？一个旅该有了吧？还有这么多的重武器，成堆的迫击炮、重机枪，这仗怎么打？团长枪法再神，把子弹打空，也填不平这人山人海啊！团长，大事不好了！这是鬼子的第一旅东部战区的王牌，尤其是领头的龟田太二，这家伙狡猾得很，手上沾了咱不少同胞的血。鬼子把他调来，是铁了心要吃掉咱们。地雷都埋好了吗？都在必经之路上埋好了，只要他们卡车一过。不好，团长，他们在排煤！团长，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把地雷给全拆了，不然他们人数这么多冲过来，我们根本抵挡不住。确实有点难缠，他们一直都在防着，根本没有狙击角度。团长，要不主动冲锋吧？不行，主动冲锋和自杀没有区别，人数悬殊太大了。可是，继续这么等着，雷一旦被排干净，结局也是一样的。团长，他们在架迫击炮，还有890加农炮。我走！团长，他们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，赶紧退吧！再不退，等第二轮火力覆盖过来，这战壕都要被炸平了！不能退，退到村内。他们把村子一包围，咱们全团就成瓮中之鳖，只能坐着等死。那怎么办？他们人数多，火力又猛，根本没想着和我们拼刺刀，直接用重武器就打得我们没法还手啊！这帮愚昧肮脏的家伙，我们登陆是为了让他们学习更先进的武士精神，他们居然不领情，还在反抗。只有用炮弹狠狠地炸，将他们炸成灰，才能彻底净化这片土地。是，长官威武，我们樱花战无不胜。山中那个混战，居然能败在华夏人的手里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还要我亲自过来给他收拾烂摊子，把我们樱花的脸都给丢尽了！给我炸！把这里夷为平地，让山中这个不配当樱花武士的家伙和这些虫子一起化为飞灰！是。对面的华夏人，你们听着，你们胆敢反抗武士意志，已经是死罪！不要想着抵抗或者投降，在我们火力覆盖下，你们唯一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！八嘎，开炮！给我把炮弹打干净！喜欢火力覆盖是吧？我成全你们！长官，您看，那个人看衣服好像是他们团的团长，他跑了。他们就是这样子的，骨子卑贱，怕死又冥顽不灵。他跑不掉的，他只会在绝望之中，像是一只臭虫一样被我给碾死。完了，我出现幻觉了，我好像看到一辆坦克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了。我也看到了，
这么说，这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坦克里面坐着的是团长，好像是的。哈哈哈哈！这下我们有救了。哦，不对，是小鬼子们要倒霉了。他们不是狂得很吗？喜欢用重火力压制。今天也该让他们尝一尝咱们坦克的火力猛不猛。团长，让这帮畜生也尝一尝被炮轰的滋味儿。长官，大事不好了！哼，慌什么？难不成是有华夏人的援军来了？就算是有援军，也不至于这般失态吧？这帮抗日军都是乌合之众，多花点时间就能将他们全部碾死。不是援军，那是什么？平安村里面藏着一辆坦克。八嘎！是不是昨天的酒还没有醒？整个抗日军都没有几辆坦克，这里怎么可能会有？真的，长官，不信您自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八嘎！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早说？长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开炮！给我拦住他！难不成让坦克过来把我们都压成肉泥吗？是。赶紧开炮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开炮！不准跑，都不准跑！你们都是大无畏的战士，用你们的血肉去推翻这辆坦克！给我冲锋！长官，我们的子弹炮弹根本打不穿坦克，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把坦克解决了，根本赢不了。要不撤兵吧？八嘎，不准撤！只是一辆坦克而已，在我们武士精神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给我上！
别开枪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华夏人不是最讲究以和为贵吗？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们的文化，那些字画，那些茶道，我打心底里是尊敬华夏的。我愿意投降，我是高级将领，你们必须要善待俘虏。善待俘虏？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也配？你们对我那些被俘虏的同胞做了什么事，难不成都忘了？那些都是其他人做的，不是我。我发誓，我一直都反对他们拿俘虏做实验。给我去死吧！啊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第一旅团的旅长，你杀了我，就是和整个大英华帝国作对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们会遭到100倍的报复，你知道会连累多少无辜的华夏人吗？把我放了，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死到临头还在做梦，把你放了，我怎么向那些战死的弟兄交代？怎么向那千万惨死的同胞交代？把我放了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交代。你们注定要被我们吞并，这是毫无悬念的结果。想要他们活命，你就不能杀我。你就这么肯定你们能吞并我们？那是自然，在我们的军舰和重炮面前，你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。那你就给我好好看着，看着我是怎么击退你们这些畜生，再把你们彻底赶出中华大地。团长，这可是坦克啊！你到底是怎么从首长那里要过来的？那还用说，首长主动给的呗。要我是首长，有咱们这么厉害的团长，只要能杀鬼子，什么宝贝不给啊？行了，别贫了，赶紧带人去打扫战场。好嘞，这下咱们可是彻底鸟枪换炮了。这可是鬼子的王牌旅，用的绝对都是最先进的步枪。赵营长，到！把这些伤员赶紧送去包扎，然后把详细的伤员统计交给我。是。团长，伤员统计已经出来了，轻伤49人，重伤26人，最后牺牲13人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告诉医生，要好好救治每一位伤员，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兄弟。明白？医生们都在全力救治，只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医疗物品缺的实在太厉害了，绷带和药品都不够用，伤员能不能挺过去？全得看天意啊！
你们过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医疗物资吗？团长，现在总部的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连打仗的枪械都少得可怜，更不要说那些比金子还珍贵的药品了。战士们为了打鬼子，在战场上拼命牺牲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，没有药，伤口感染死在我面前，让我这心里堵得慌。我知道了，你让他们尽管全力救治，药品和绷带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张营长，进来。这是……团长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么多医疗物资，还有阿莫西林，这东西在黑市上比黄金都贵，这些药都足够换回一个加强团的装备了。团长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鬼子的总后勤部给劫了？药是哪儿来的？你先别管，趁现在还没断气，赶紧把这些东西送到卫生队去，让受伤的弟兄们都用上。是，团长，我带弟兄们谢谢您了。还好有这个系统在，不仅能兑换武器，连这些医疗和生活物资也能弄到。虽然战士伤亡在所难免，但每一位抗日先烈都是拿血肉之躯在跟鬼子的钢铁大炮硬拼。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。不，医生，这药太贵重了，别用在我身上，太浪费了。一点都不浪费。弟兄们，这些药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你们放心大胆的用，你们每一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，只要用在你们身上，不管什么药都不算浪费。团长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么多医疗物资，还有阿莫西林，这东西在黑市上比黄金都贵，这些药都足够换回一个加强团的装备了。团长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鬼子的总后勤部给劫了？药是哪儿来的？你先别管，趁现在还没断气，赶紧把这些东西送到卫生队去，让受伤的弟兄们都用上。是，团长，我带弟兄们谢谢您了。还好有这个系统在，不仅能兑换武器，连这些医疗和生活物资也能弄到。虽然战士伤亡在所难免，但每一位抗日先烈都是拿血肉之躯在跟鬼子的钢铁大炮硬拼。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。不，医生，这药太贵重了，别用在我身上，太浪费了。一点都不浪费。弟兄们，这些药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你们放心大胆的用，你们每一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，只要用在你们身上，不管什么药都不算浪费。团长，好好养伤。团长放心，等我伤好了，我非得再杀10个鬼子，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放心吧，下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受这么重的伤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指挥官阁下，派出去的第1旅团已经彻底失去联系了。龟田旅队长的信号也消失了。根据我们的判断，第1旅团恐怕已经步了山中小队的后尘，全军覆没了。混账！这绝不可能！那是一个整编王牌旅团，我给了他们最好的重武器，还有最精锐的勇士。平安村那只不过是一个区500人的地方团，难道是抗日军总部派了大部队增援？没有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没有发现敌军增援的痕迹。那你告诉我，龟田那个蠢货是怎么输的？拥有最先进的火力和后勤，人数更是对方的数倍，就算是头猪带队也能把平安村踏平了。这个卑职也实在想不通，那猎魂团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补给和重火力？八嘎！一帮废物，全是一帮酒囊饭袋。
山中小队和第一旅团先后全军覆没，这要是被总司令知道了，我恐怕要以死谢罪。给我把这个消息封锁，绝对不能传一点出去。一旦让上级知道了，我在剖腹之前一定先宰了你，听到没有？明白，指挥官阁下，我会吩咐下去，封锁所有情报线路，绝对不会传出去一丝一毫。可是，平安村那边我们该怎么办？总司令让我们务必拿下平安村，现在战事迟迟没有进展，再拖下去，恐怕纸包不住火。猎魂团，传令下去，只要能拿下平安村，不惜一切代价给我不择手段，哪怕是用生化武器，也要把平安村给我踏平。我要把猎魂团那个团长碎尸万段。生化武器，这要是被国际组织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卑职这就去办。还愣着干嘛？倒茶呀！艳华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呀？哪能啊！我手底下的猎魂团歼灭了鬼子第一旅团，那可是王牌中的王牌，正面战场上几个师都没啃下的硬骨头，被李成精收拾了。倒杯茶怎么了？那是人家猎魂团打的仗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李长青那可是我的兵，有这么厉害的兵，我高兴。什么叫你的兵？那是我抗日军的兵。师长，您应该不会那么不厚道，和手下抢人吧？现在知道你是我手下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骑在老子头上呢。哪能啊！您可是我上司。少嬉皮笑脸，站好。猎魂团确实战绩不俗，连续2次大捷，但这绝不是结束。艳华，你给我盯死了平安村，随时准备增援。师长，猎魂团现在士气正旺，鬼子那边还有胆子派人过来。平安村是咽喉要地，据我所知，中村雄也那家伙连续吃了2次大亏，肯定会坐不住。哼，怕就怕他狗急跳墙。你带几个人去前面的村子侦查一下。嘿。团长，情况不对劲儿，这次鬼子来的兵力足足有2个旅，村子四周都被他们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只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动手，而是在村口外面搭建起了指挥部。搭建指挥部？对，我也很奇怪，他们有2个旅的兵力，火力绝对碾压我们，为什么不直接正面突破，反而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，好像是做好了和我们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团长，难道是我们手里有坦克的情报泄露出去了，鬼子不敢轻举妄动？不应该啊！第一旅团被我们全体歼灭，一个活口都没留，根本没人能够报信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是前面2次打他们打得太狠了，他们狗急跳墙，要跟我们玩瓮中捉鳖了。团长，什么意思？张营长，如果是你，手里有充足的兵力，但是又怕对手殊死一搏，造成部队伤亡惨重，你会怎么做？那肯定是将对方给死死围起来，截断他们的物资补给。这样的话，不用打，耗也能把他们给耗死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帮鬼子准备用这招对付我们？没错。真他娘的狡猾！要是他们正面冲锋，我们手里有坦克，说不准能够有奇效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偏偏把我们给围起来，钝刀子割肉，我们还真拿他们没办法。偏偏我们的补给本来就少，连着打了几场硬仗，粮食和弹药都不多了。团长，我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我带一营的兄弟们冲一次，想办法去撕开一道口子。不用，让他们围。啊！长官，请参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传令下去，让士兵们离平安村近点，吃得香点，吃的什么都要让抗日军看得清清楚楚。是。你看那些抗日军的样子，眼睛都看直了。看来这伙人也没什么奇特的地方，一样的脏穷，缺少物资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山中和龟田那2个蠢货得无能成什么样，才会败给这样一群饿死鬼，甚至被全歼。长官，应该是他们先前太轻敌了。这些抗日军就像蟑螂一样恶心，滑溜溜的，抓又难抓，打又打不死。蟑螂又怎么样？
只要饿着肚子，自然就跑不动了。长官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不着急。华夏有句古话：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我们背后有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，只需要围着，等他们主动突围的那一刻，就是他们弹尽粮绝、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。什么情况？给我认真点，团长说了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表现出要断粮的样子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是吃太饱了吗？没忍住打了个嗝。那你好歹把你嘴上的油擦干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已经整整6天了，为什么他们的粮食还没有消耗干净？混蛋！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！今天给兄弟们加个菜。开饭了，大家都来吃吧！同志们都多吃点儿。长官，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断粮，而且还能有新鲜蔬菜和水果？伙食居然比我们还要丰盛。他们的补给到底有多少？明明我们把所有的路线都给封死了，连一只苍蝇都不可能进得去，更不要说运输这么庞大的补给了。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他们的补给储备。不过，他们越是这样大张旗鼓，就越证明他们快要断粮了。长官，您的意思是，他们是故意做给我们看，营造出物资还很丰富的样子，想要消耗掉我们的耐心，让我们直接选择退兵？没错，这点小计谋也想骗过我近藤的眼睛，简直可笑！给我继续围，让所有战士不要放松警惕，他们快要扛不住了。是。长官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他们断粮了？不是，是我们的士兵开始抗议了。什么？那帮抗日军整天换着花样，鱼、虾、螃蟹样样齐全，蔬菜水果更是从来没断过。就在刚刚，他们居然在村口烤起了全羊，我们的士兵都受不了了，说为什么抗日军能顿顿大鱼大肉，他们却只能啃了半个月的军粮罐头，都快吃吐了。他们要求和抗日军一样的伙食待遇。八嘎！一群蠢货！我们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，怎么跟他们拼？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对，他们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隐秘供给路线，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新鲜物资。可是长官，我们已经把整个村子围得像铁桶一样，一旦有车队靠近，我们绝对能第一时间发现。那就是我们中间出现了间隙。间隙？长官，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在排除了所有可能性之后，剩下的那个，不管多么难以置信，就是真相。居然敢丧失武士道精神，背叛部队，背叛陛下！给我去查，狠狠地查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叛徒给我揪出来！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亲自处决。嗨，我明白了。团长，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啊！咱们这边还没怎么样呢，小鬼子那边自己先乱起来了。团长，要不要现在就召集弟兄们，趁着他们军心动摇，咱们一口气杀出去，肯定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不用急，再等等。还等？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他们彻底撑不住的时候。明白。不过团长，咱们这物资真的撑得住吗？您还说您没打劫小鬼子的后勤，就这天天大鱼大肉的，俺都吃胖好几斤了。物资的事儿你不用担心。收到。想用补给耗死我们，那就耗着，看看谁先耗不起。正好，我全歼他们第一旅团赚来的积分还没怎么用呢。
没有查到？是的，我们核对了所有记录，审问了所有哨兵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。到底是查不到，还是你不愿意查？长官，我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见，我的忠心难道您还怀疑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愿意当场切腹，证明我的清白。本来想着把这帮抗日军围困，让他们弹尽粮绝，主动投降。指挥官阁下对他们恨之入骨，若能将他们俘虏回去，定能受到嘉奖。既然这帮抗日军不识好歹，那我就送他们全部下地狱。马上召集生化部队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长官，一下释放这么多，威力太大了，后续处理起来恐怕有些麻烦。处理？为什么要处理？我这是在帮他们净化这片肮脏的土地，他们应该感激我们还来不及呢。怎么样？况且这毒气也是从他们那些同胞身上研发出来的，正好让他们替我们试试最终产品的威力如何。地雷，小心脚下！没有地雷了，继续前进！都听着，他们中了毒气，现在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，分散行动，遇到活口直接开枪。记住，就算是尸体也要补上一枪。这些抗日军最是奸诈，别让他们装死偷袭。哎！哪里？哎，行くぞ！坦克，这里怎么会有坦克？这帮蠢货在搞什么？整个村子都生化武器洗了一遍，不可能有活口。就算有侥幸没死的，也应该奄奄一息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战斗动静？有埋伏，快跑！痛快！他娘的太痛快了！这坦克开起来就是爽，而且操作简单。虽然没团长开得好，但收拾这帮狗娘养的小鬼子足够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长官，坦克，他们怎么会有坦克？还有，我们的生化武器，为什么对他们一点效果都没有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八嘎！那辆坦克是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是蠢货吗？长官，敌军有坦克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，我们根本没有反制手段。这么重要的消息，居然一直都没有人知道！快去给指挥长打电话，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，绝对不能让这支部队继续存在下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有狙击手。别找了，我就在这里。中计了，我居然中了抗日军的计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战术安排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你们自以为精通谋略，实则只是学了我们的皮毛罢了。我们华夏上下5000年的文化底蕴，岂是你们这群强盗能学走的？这一招调虎离山，你就好好学吧。哦，我忘了，你再也没有机会学了。我不信，我是军事大学出来的高材生，怎么会被你们这帮没有开花的猴子戏耍？
这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有人泄密，是不是我们军队之中出现了叛徒？一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快说啊！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生化武器对你们一点作用都没有？想知道吗？跪着爬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让我跪下？我可是至高无上的武士！别，我跪，我跪，我跪！畜生就是畜生，和你说再多都没用，因为你们不可能理解什么是家国情怀，更不可能理解什么是钢铁意志。畜生怎么听得懂人的话呢？你敢耍我！你从你动用生化兵器那一刻开始，你在我这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天上地下没人可以阻止我杀你，你的命我要定了！该死的渣子！现在该轮到我们包围他们了。继续扔，不要停，把这些手雷全部扔干净为止。是，团长。他娘的，我还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看我不把这帮狗娘养的鬼子炸得屁滚尿流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后面有坦克，前面有埋伏。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投降！投降！别杀我！只要别杀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他们在喊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清？你们听清了吗？报告团长，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既然这样，敌军冥顽不灵，拒不投降，那就杀！全歼敌军！结束了，我们又赢了！团长万岁！百战百胜！团长万岁！百战百胜！团长，完美完成任务，干得不错。等回去我奖励你一瓶地瓜烧。谢团长。团长，我不要地瓜烧，奖励能不能换成别的？想换什么？让我再看一回这玩意儿。团长，坦克开起来实在是太爽了，我张二柱这辈子都没想过在战场上能这么靠火力碾压小鬼子。或许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意义，早点将鬼子赶出国土，少牺牲几位战士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团长，要是不方便就算了，我也就是那么一说，哪能天天开坦克呀？我可没说不方便。团长，你答应了？坦克让你再开一次，同时地瓜烧也给你。团长，嘿嘿嘿嘿，赶紧给我打扫战场去！要是拖拖拉拉的，小心我把奖励都给收回。别，团长，我这就去。弟兄们，走，跟我去摸宝贝了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！给我把所有的轰炸机都派出去，立刻，马上！方圆100里，给我无差别轰炸！我要把那里彻底夷为平地，寸草不生。去，把艳华给我叫过来，快！是。师长，您急着找我。师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中村雄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把手头所有的轰炸机全派出去了。根据我们同志传回来的情报，所有飞机弹药满载，那是准备拼命的架势。所有的，还是满载弹药？师长，这火力足够轰平好几座县城了。查到他们的目标了吗？棘手就棘手在这里，没有预兆，也没有通报，根本不给人反应时间，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哪里，值得这么多轰炸机出动。中村这老鬼子，该不会是连吃了几次败仗，直接发疯了，想对平安村下手？按理说不至于，这种规模的轰炸去炸一个村子，完全是大炮打蚊子。他上级要是知道了，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，得不偿失啊！师长，我觉得真有可能，中村雄那就是条疯狗。特种部队全军覆没，3个旅的兵力被李长青打空了。他要是还拿不下平安村，横竖都是个死。这明显是狗急跳墙了，不然怎么会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空袭？师长，要是空袭真是奔着平安村去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能不能向上级申请一下空中支援，哪怕是拦截一下，给猎魂团留出准备时间也好啊。难，咱们总共加起来都没有几架飞机，而且就算是申请下来也来不及了。如果他们的目标真是平安村，这会儿恐怕已经快要到头顶了。那这次猎魂团是必死无疑了。不对，李长青那小子精得很，每次围剿都能死里逃生，没准这次他也能躲过去。我现在就带兵过去增援。你现在过去做什么？一起过去送死吗？那我眼睁睁看着猎魂团全军覆没。燕华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猎魂团要是出事了，我不心痛吗？可以前那是地面战，再不可能也有奇迹能发生。就算是打不过，也能游击，还能有生存的可能。但轰炸机轰炸，能躲到哪里去？如果鬼子真是冲着平安村去的，猎魂团这次那就是十死无生。中村雄也那条老狗发疯了，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现在正是他们兵力空虚的时候，是反击他们的最好时机。就算是牺牲，我们也要猎魂团牺牲的有价值。师长，我也去。这次不打掉中村那老狗的几颗老牙，我他妈就不叫燕华。空袭！空袭！鬼子的飞机来了！所有人戒备！侦察连报告，大批轰炸机正朝这边飞，方圆百里无差别打击。团长，出大事了！足足12架日军战斗机正冲着咱们这来呢，一路上无差别轰炸，所有村庄都被炸毁了。还有多久到这儿？根据预估，最多不超过10分钟。团长，挖防空洞肯定是来不及了，但我记得附近10几里有个废弃的防空洞，现在集合出发还来得及。团长，你还等什么呢？战士们都集结好了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咱们一路小心点，战斗机发现不了。不能撤。为什么，团长？飞机在天上飞得又快，咱们枪打不着，坦克也摸不到，留在这硬扛，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前面的村子村民早撤了，剩下的是空房子，炸了就炸了。可我们要是一撤，鬼子扑了个空，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往后面继续轰炸？如果这轰炸机是冲着猎魂团来的，我们没在，他们只会拿老百姓泄愤。我们2条腿跑得快，乡亲们拖家带口的，能跑得了吗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你记住，不是所有的仗都能打迂回。这一回退了，下一回能退到哪儿？咱们背后站着的是亿万万华夏百姓，这片土是咱们的根，哪怕今天全是死，也得死在这儿，把鬼子的火力给吸住了。张二柱，到！我命令你，带上1半的战士，立刻出发，分头去后面所有村落疏散百姓，带着他们抵御空袭。团长，那你呢？我留在这儿，剩下的弟兄跟我一起。不行，团长，这绝对不行！要去你去，我留下来。我是个粗人，带队撤离这种细致活我干不来，我只会打仗。胡闹！赶紧给我滚！这是军令，你听明白没有？我不！你是猎魂团的魂，只要你在，团就在。我张二柱贱命一条，我来守村子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子是团长，老子不带头，谁带头？你现在不走，耽误了疏散老百姓，老子现在就枪毙了你！团长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别在这哭哭唧唧的。老子是去打仗，又不是去送死，赶紧滚！耽误了时间，你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
就该这样了，这里的猴子就不该手上留情，全部炸得粉身碎骨才好。说得对，只有彻底把他们炸怕了，他们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只是一路过来都没人，实在是没意思。看着他们在恐惧之中死去才是最有意思的。那就任务完成，再往前面开开。可以，比一比谁杀的人多，输的人晚上请客喝酒。总算是把这帮小鬼子等来了，他娘的实在是太慢了，把我都给等困了。嘿，跟着团长打了这么多场仗，还没跟飞机干过呢。这次看我能不能把他给打下来。你就吹吧，你说团长能打下来我还信。就你，等到了黄泉路上，我看你害不害臊？怕什么？过黄泉路我就跟着团长，有团长在，我看谁敢笑我。放你娘的屁！就你那熊样还想跟在团长身边？要跟着也该是我才对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伤了，这一次更不会。哎，团长呢？肯定是你说要缠着团长，把他给吓跑了。放屁！团长估计是去给这帮小鬼子准备惊喜去了。好，兄弟们，那我们先上，给团长争取时间。等到了下面，一起先去给团长开路，免得有不长眼的小鬼拦路。好。团长，系统，我还有多少积分？宿主，你目前所剩的积分为0。13万积分，一整套战斗机、弹药、驾驶技能，还有这身飞行服，居然一点都没剩下。这玩意儿还真贵啊！不过无所谓了，这一趟要是活不下来，剩再多积分也是白搭。可惜积分不够，不然非得让你们尝尝几十年后咱们华夏的战斗机是什么威力。下面就是平安村了，我看到了，还有那些抗日军，他们居然还敢露头，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一帮猴子而已，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智商？赶紧解决了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后面的村庄比赛了。纳尼？不！井上，听到请回话，发生什么了？大岛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脱离部队了？队长，井上他突然失去了联系，不知道是不是无线电出现了故障。敌袭！有敌袭！对方只有1架飞机，重复，有敌！来得这么快？什么？家伙实在是太能跑了，简直像是泥鳅一样，绝对不能让他逃了！给我跟进他！人呢？敌机在哪里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总部，请求支援！我们遭遇强敌，损失惨重，重复请求支援。打开野路，杀了他！
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系统，换服饰。好的，宿主。给我去死吧！那你弹药不足，这不可能！バカ野郎！哦！我的个娘嘞！居然真是战斗机，太帅了！团长居然还藏着一架战斗机。团长，你究竟还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宝贝？团长，天上是啥样的？这飞机我也能开不？得了吧，飞机那是一般人能开得了的，你以为开拖拉机呢？我这不是看团长在天上可帅了吗？一架飞机就把小鬼子12架全给干下来了，在云里钻来钻去，跟会轻功似的，鬼子连个屁都没捞着。你知道个屁，那是天上，不比在地上。地上中断了还能往后方抬，飞机要是出了事儿，给我去死吧！那你弹药不足，这不可能！バカ野郎！哦！我的个娘嘞！居然真是战斗机，太帅了！团长居然还藏着一架战斗机。团长，你究竟还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宝贝？团长，天上是啥样的？这飞机我也能开不？得了吧，飞机那是一般人能开得了的，你以为开拖拉机呢？我这不是看团长在天上可帅了吗？一架飞机就把小鬼子12架全给干下来了，在云里钻来钻去，跟会轻功似的，鬼子连个屁都没捞着。你知道个屁，那是天上，不比在地上。地上中断了还能往后方抬，飞机要是出了事儿，那就彻底回不来了。一架飞机就把小鬼子12架全给干下来了，在云里钻来钻去，跟会轻功似的，鬼子连个屁都没捞着。团长，说好的弟兄们一起打鬼子，你咋一个人不声不吭就开着这玩意儿上去了？我们在下面干看着帮不上忙，显得我们一点用都没有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是你们的团长，我不第一个冲，躲在你们屁股后面像什么话？保不住手底下的兵，那才叫没用。你们都给我把命好好保着。打了这么久鬼子，要是看不到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，那才叫遗憾。团长，我们听你的，我们一定跟着你等到那一天。但团长，你答应过我们了，你也不能出事儿。我命硬着呢，多操心操心你们自己吧，都回去休整。团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小鬼子刚给咱们送了一份空中大礼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现在要去给他们回一份重礼。师长，还真让你给料中了。他们现在果然是兵力空虚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就能把城池打下来，直捣中村老狗的狗窝。要的就是兵力空虚，这中村雄也还把所有战斗机都给派出去了，趁他病，要他命。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把他给打痛，这对我们整个东部战场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这一切多亏了李长青啊！要不是他消耗掉了鬼子那么多的兵力，还把战斗机全给引走了，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。
别愣着了，这个时候可没时间伤心，给我继续加大火力，今天一定要攻破这里，不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，不然等日军那边支援来了就麻烦了。阁下，抗日军调集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，火力太猛了，我们这边有些挡不住了。该死，该死，都该死！这帮抗日军平时跟泥鳅一样，碰到我们围剿，跑得不知道有多快，根本不敢反抗。现在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，我要他们全部都死在这里！他们明显是趁着我们在平安村损失惨重，所以过来趁火打劫。我们现在兵力也不够，要不先撤吧，不然等他们打进来就麻烦了。平安村猎魂团，那也只是一只喜欢蹦跶的臭虫而已，一样要被我给炸成肉泥！不准撤，谁都不准走，给我死守！只要轰炸部队回来，他们所有人都得留在这里，化成飞灰！嗨！阁下，我们的轰炸部队回来了，看来猎魂团已经被彻底解决了。区一个猎魂团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了我们12架轰炸机齐出的威力？猎魂团被灭了，这帮人的死期也到了。我们战士所到之处，所有抗日军都是闻风丧胆。他们居然敢主动攻打过来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根本没把我中村雄也放在眼里。给我传令，立刻联系上轰炸部队，让他们不用返航，直接给我调转方向，对着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狠狠轰炸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全部给我炸成灰，让他们都给我下地狱去忏悔！嗨！阁下，为什么只回来了1架轰炸机？该死，他们的轰炸机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12架轰炸机齐出，轰炸平安村根本用不了多久，这个速度已经算慢的了。那我们现在只能撤军了。那也没有办法，机会已经给了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抓住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李长青和猎魂团的弟兄们不就白白牺牲了？不，他们没有白白牺牲。什么？你看，他们只回来了1架。1架？你的意思是，猎魂团干掉了他们11架战斗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总不可能李长青也组建了一支轰炸部队吧？不对，这不是日军的轰炸机，上面没有日军的标识。那这飞机是哪里来的？不清楚。传我命令，全军戒备，随时准备撤离。这架轰炸机有点诡异。你说联系不上他们的无线电，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架轰炸机回来。是的，阁下。八个，12架轰炸机，一支无敌的空中电队。以抗日军那些破铜烂铁，根本无法威胁到他们。就算是对方也有一支轰炸部队，也绝不可能只剩下1架。现在，立刻给我去盯着，等着他一降落，就把飞行员给我揪出来，换上预备的飞行员去支援战场。嗨，然后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最后把他给我带到旭日旗下，剖腹谢罪。听清楚了吗？是，听清楚了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我办！滚！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现在正是日军最虚弱的时候，抗日军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不过日军选的这个根据地地方确实好，3面环水，只能从正面突破，但正面又有着堡垒、重武器压制，想要突破没那么简单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来加把火。传令下去！等等，师长，他朝着城内去了，是不是没弹药了？要回去补充？不急，再等等。
太好了，我们的援助终于回来了！去狠狠地教训那帮嚣张的猴子吧！我们是不可战胜的！万岁！我的天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不是我们的轰炸机吗？为什么会冲着我们投弹？快逃！快逃啊！小鬼子怎么连自己人都炸？师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鬼子疯了吗？看来，这并不是日军的轰炸机，他们的轰炸部队还没有回来。这么说，猎魂团还拖着他们，李长青还有可能活着。那这架飞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难不成是上级过来支援我们的？我这边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应该不是上级派过来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不管这架飞机是哪里来的，它的目标是鬼子，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朋友。人家都在天上给咱们开路了，咱们当然不能够错过这个好机会，我们也去帮帮场子。去传我的命令，让兄弟们都给我加大火力，给我冲！一鼓作气打进城里！巴卡，这该死的飞行员是不是疯了，还是喝醉了？竟然把炸弹扔在自己人的阵地上！看清楚，蠢猪！那边才是轰炸目标，把你的子弹和炸弹全都给我扔到那群猴子的头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去执行你最后一次轰炸任务，把抗日军炸得稀巴烂吧，然后赶回来，立刻普武向死去的士兵谢罪。这样才能洗洗你身上的罪孽！哈哈哈哈哈！阁下，抗日军在那架来路不明的轰炸机的火力掩护下，已经破城了。我们必须马上撤离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们的轰炸部队呢？足足12架，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他们的耽误，让我们损失有多惨重？一架轰炸机就可以在我们的头顶上肆意妄为，该死，统统该死！这帮废物的飞行员简直不配为帝国效忠！我要宰了他们！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们！阁下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快走吧！不准撤！你们所有人都不准撤！给我死战！我中村雄也这辈子只有追着抗日军打的份儿，从来没有被抗日军逼得像老鼠一样逃跑过。今天我要是跑了，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陛下？
小心！阁下，我们现在真的不能再战了。对方有着轰炸机支援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还是先避一避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全部都怪那些该死的飞行员贻误战机，所以才让这帮抗日军趁虚而入了。等我向总部请求兵力增援，然后再把这些抗日军全部都杀光，一个不留。日军东部最高指挥官就是在这里，没错。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逃跑？难不成被炸死了？不对，作为最高指挥官，如果他被炸死了，系统应该会有海量积分提示才对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是我们抗日军的战友，难怪刚才会那么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，怎么这么年轻？这战斗机也太帅了，要是我能开上一圈就好了。长青，长青，旅长。真的是你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猎魂团情况怎么样？猎魂团情况挺好的。行了，你就不用瞒着我了，直接说，今天猎魂团牺牲了多少战士？今天的话，暂时没有出现伤亡。怎么可能？那日军的12架轰炸机不是奔着平安村去的，那他们是往哪里去的？而且日军指挥部都被我们攻破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师长，那12架轰炸机绝对是个大麻烦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回来反扑，我们得赶紧做好准备。他们回不来了。什么？我说，那12架飞机回不来了。你说，12架战斗机是奔着平安村轰炸的，只不过被你给拦下了，而且你一个人就把12架飞机全部击落了。没错，长青，我可不记得你会开飞机，你之前连村子都没有怎么出过啊。飞机开起来还是挺简单的，我感觉和开拖拉机差不多。拖拉机？长青，你真的把那12架飞机都击落了？这可不能拿来开玩笑。千真万确，我有分寸，再怎么样，我也不能在战事上面开玩笑。好，做得好！师长，听到没有？我的兵不仅枪法厉害，就连开飞机也是无师自通，一个人就可以歼灭对方一整支轰炸部队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不错，很有精气神，是颗好苗子。谢师长夸奖。用不着这么客气，要谢也是我该谢你才对。你驻守平安村可是立下了大功，这次攻破日军东部指挥部也是你的头功，给了我多少个大大的惊喜啊！
也不知道燕华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能够发掘出你这块金子。长青，你这战斗机是哪里搞来的？这怎么不好说？怕旅长抢了你的宝贝啊！这战斗机可是好东西啊！还有没有了？给旅长搞几架来。没了，旅长，目前就这一架。没事没事，能有一架已经很不错了。什么时候也教教旅长开下飞机？我也想试试开飞机是什么感觉。你都能击落12架，我怎么说也得干下来30架吧。师长，日军东部最高指挥官就在这里面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难道就不怕他跑了？哼，当然不怕，因为他已经跑了，着急也没用。什么？已经跑了？可是，师长，我一直盯着这里，根本没有看到有人从大楼内部逃出去。地道，这下面有地道。没错，这里的地道直通城外，而且工事十分坚固，空中打击也没办法摧毁。这一点我居然没考虑到。这里作为日军东部的最高指挥部，怎么可能没有完善的地下通道？这不是你的问题，只是战场的经验少了点而已。以后就慢慢知道了。智者千虑，尚且还有一失呢。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。可惜了，本来是一举歼灭他们的好机会。长青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他们逃不掉的。师长早就料到了这一步，早就提前安排了侦察兵在城外守着呢。他们的动向我们一清二楚。原来如此，还是师长考虑周全。怎么，这会儿不急着带人去追了？穷寇莫追，既然有侦察兵跟着，咱们就没必要在这时候硬碰硬。等他们跑累了、松懈下来的时候，那才是咱们收网的最好时机。说得好，燕华，你看看李长青，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战略眼光，你能不能也给我好好学学，回去多看2本书？师长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您让我看书，关键是那书也不认识我呀。你好歹也是李长青的上级，整天这副德行，丢不丢人？我有什么丢人的？长青懂得越多，我脸上越有光。行，你就得瑟吧。我过2天就把李长青调到身边来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别呀，师长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回去立马就看书，没日没夜的看。您可不能干这卸磨杀驴的事儿啊！有没有发现抗日军的踪迹？暂时没有发现。我们出城足足200多里才停了下来，抗日军应该是追不到这里来了。电报发出去了没有？已经发出去了，总部那边回复了，说是已经派出直升机过来接应了，大概1个小时后能够抵达这里。好，随时和总部联系，确认直升机的位置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师长，位置没错，他们就在这里驻扎，距离我们不到1里地。不过他们设置了哨兵，得想办法把这些哨兵解决了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交给我吧。早就听燕华说你枪法出神入化，今天也让我见识见识。师长你就看着吧，保证让你惊掉下巴。一个都没打中，怎么可能？长青他枪法平时不这样的，可能是因为晚上的原因。没想到居然还藏着暗哨，中村这老狗还真谨慎。还好被长青发现了，不然一动明哨立马就要发现。就说了，长青不可能打歪，他的枪法向来是指哪打哪。
师长，幸不辱命，哨兵已经全部解决。好。哪里的枪声？敌袭，有敌袭！抗日军打过来了！该死的，哨兵呢？哨兵为什么没有预警？你不是说这里绝对安全，抗日军不可能追过来吗？为什么他们现在已经杀到门口了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现在你告诉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死吧！估摸着中村雄也这老狗在听到枪声的第一时间就破开帐篷跑了。林子里地形复杂，他们要是钻进去，怕是不好找。这老狗真能跑啊！他们跑不远，追！可恶！如果这次能活下来，我一定要让这些抗日军付出1000万倍的代价！我要亲手剥了他们的皮！阁下，快，不能停！抗日军肯定会追过来的。中村雄也，放弃抵抗吧！你们逃不掉的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小心！
怎么会？这里怎么会是悬崖？难道我中村雄也注定要死在这里？阁下，我们没路了。不，我不甘心！我明明是要征服这片土地，受到陛下亲自嘉奖的人，我怎么能死在这里？找到他们了，快下降位置！阁下，直升机来了，是我们的直升机，我们有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命不该绝，这帮抗日军就注定要我亲手把他们给送进地狱！阁下，你快开，赶紧走！就这么让他给跑了，这个畜生！我说了，他跑不了的。救我！我不想死！猎魂团长李长青驻守平安村，全歼山中小队，歼灭日军第1旅、第2旅、第3旅，击毁日军12架战斗机，协助攻破日军东部指挥部，击杀中村雄也。经总部决定，记特等功5次，1等功10次，集体1等功3次。今日正式晋升李长青为师部第4旅旅长。长青，虽然我很想把你这员猛将留在身边，但是现在战局紧迫，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。你也应该去广阔的战场。我明白的，师长，交给我吧。这次任务非同小可，我给你调配足够的人手、弹药、物资，你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出来，师部绝对全力支持你。不用了，师长，只要给我人就足够了，剩下的我自己解决。